日日都要聽日見。OK， 勾手指尾，應承媽咪。OK， 唔算數嗰個係曳豬。我唔希望呢個世界有多一隻 Happy， 我亦都唔希望再有人同我有同樣嘅遭遇。首先，我衷心感謝所有一直支持同埋鼓勵我嘅朋友，正正就係因為你哋嘅善意，我先可以繼續前行。多謝大家，無論你係線上或者線下或者區內嘅居民，多謝你哋。呢次經歷啦，令到我深深體會到，面對一啲透過操控情緒嚟謀取私人利益嘅人嘅時候，我哋必須保持警惕。佢哋好擅長將善意去扭曲，變成控制我哋嘅手段，造成混亂，甚至去阻止真相被聽見。喺呢個時候，最重要嘅就係要保持冷靜。我哋光明磊落，同呢啲人唔一樣，我哋亦都冇任何可疑嘅過往，因此我哋唔需要驚，亦都唔需要因為佢哋嘅揦詐手法而感到畏懼。當我哋出於善意去行動嘅時候咧，我哋亦都要提高警覺，因為有一啲人會利用我哋嘅同情心，令到無辜嘅動物成為受害者。喺呢個過程，我哋唔單止可能喺金錢上會蒙受損失，甚至會被捲入虛假嘅罪事之中，成為咗呢一人嘅代罪羔羊。呢一啲人往往都係假裝自己係無私嘅救援者，甚至周圍同人哋講自己係義工。呢啲 case 咧，而家好多貓舍都爆，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如果唔救佢咧，我諗佢係會死咯。收養一啲所謂冇人要、人哋唔敢收嘅動物，去營造一個可以吸引更加多金錢支援嘅一個形象。社交媒體咧，亦都成為咧強化佢哋個人形象嘅工具，助長佢哋進一步行騙。咁以下啦係點樣識別操控型嘅騙子？首先，佢哋會用情感操控，佢哋會利用內疚感、壓迫感去編造一個故事嚟對我哋施壓，令到大家可以從而捐款。佢哋嘅說法係前後矛盾，無論係財務狀況啦、醫療開支、過往行為，經常喺度改變。佢哋會拒絕提供有效證明。喺索取金錢嘅同時，通常佢哋係冇辦法提供有效嘅收據，又或者係記錄。同埋咧，喂，你嗰個頭先你睇醫生嗰個 report 咧，同埋佢嗰個驗血報告咧，你有冇話？你咪捉咗佢驗血啊？如果有你就 send 俾我啊，等我知道點樣 follow up 啊嘛。身為一個接手照顧貓貓嘅人，去問一個自稱帶過貓去睇醫生嘅人去攞醫療證明同埋驗血報告，呢一件事本身就係一個負責任嘅救援者會做噶啦。咁目的當然就係為咗貓貓嘅健康着想。但係呢個人將呢件事講到好似我想佢啲文件咁樣，明明嗰啲資料本來就係要交俾下一個照顧貓貓嘅人噶啦，佢咁樣講根本就係抹黑我，完全唔合理。如果佢真係為貓貓好嘅的話，根本就唔使我問，佢都會主動俾我先啱啊。再講，就算去邊度睇醫生，有冇過往嘅醫療記錄都好，醫生都一定會根據當時嘅情況再檢查同埋治療，唔會因為話冇報告啊就拒絕診症。佢意思係，如果俾我電子版嘅驗血同埋醫生報告，隻貓就冇辦法睇醫生，咁荒謬嘅？定係佢想重施故技，轉移視線，避開唔肯提供驗血同埋醫療記錄呢個問題啦？佢哋好中意詆毀他人，當被質疑嘅同時，佢哋試圖去抹黑他人，甚至會抹黑我哋，而並非提供事實，基本上就係轉移視線。其實呢個根本就係佢一貫嘅手法。佢一開始會營造一個自己係對貓充滿愛心嘅人，然後將貓交俾其他人照顧。咁喺我個 case 佢係交咗俾一個陌生人照顧。但係當我哋發現啦，佢有過往呃錢嘅歷史咧，當然係拒絕俾錢佢啦。甚至我哋會同執法部門舉報，但係佢就會即刻反咬一口，屈我哋啊，話我哋偷佢隻貓，同埋虐待動物，仲利用執法部門咧對事件嘅不解，不斷咁樣滋擾我哋，
要求受害人出面澄清，搞到我哋咧攰晒，冇時間冇精力去反擊，最終咧迫使我哋冇辦法再去追究佢。但事實就係佢經常利用有健康問題嘅貓隻去索取金錢，而當對方拒絕付款嘅時候，佢就會報警話對方偷咗隻貓，甚至將事件扭曲成為虐待動物啊！相反啦，真正被滋擾嘅人呢，唔單止淨係俾佢搞到隻貓咁之外咧，仲要去負擔高昂嘅醫療費，甚至面對不斷嘅施壓，要求金錢，或者係俾佢死亡恐嚇啊！所以啦，呢一切全部都係佢嘅套路。我唔係唯一嘅受害者，淨係喺呢一區已經有幾十個苦主。假冒權威，佢哋自稱係專家或者擁有一啲特殊嘅關係，以合理化佢哋自己嘅行為。針對善良嘅人，佢哋特別中意針對有同理心、善良同埋中意幫助他人嘅人。但係講到尾點解會有義工日日咁多人偷佢啲病貓、傷貓，而一年報警講緊係雙位數到3位數啊？點解偏偏咁多人特別中意偷佢啲有問題嘅貓嘅咧？咁再者啦，呢啲貓根本就係佢周圍去揾人要，而唔係我哋主動問佢去攞噶。更何況啦，我根本就唔識佢，最多見過佢幾分鐘，點會無啦啦想偷佢啲貓咧？我越講都覺得越無稽啊！如果你發現有異常嘅跡象，請你保持距離，唔好俾任何人去逼你即刻做決定。騙子依賴嘅咧，通常就係情緒反應嚟行騙，所以我哋一定要保持理性，同埋要求可驗證嘅證據，係可驗證嘅證據。同大家分享一個實例嘅分析。Happy 嘅故事。Happy 係一隻受傷嘅流浪貓。咁一開始啦，有一個人自稱係貓義工咧，就聯絡我，就希望咧我可以照顧佢，提供一個安全嘅環境俾呢隻貓。咁當時啦，我純粹係出於善意去答應，亦都冇承諾過支付對方過往任何嘅費用。喺 Happy 嚟到我呢度嘅時候咧，我喺短時間亦都安排咗去接受獸醫嘅治療，去確保佢得到適當嘅醫療照顧。由於我係 YouTuber 嘅關係啦，咁所以咧我講嘅咧全部都係動物有關嘅。而 Happy 嚟到我屋企嘅時候咧，呢個直播期間，有啲觀眾咧就詢問點樣可以幫佢啊，並建議去設立GoFundMe去支付佢醫療嘅費用。咁呢個 GoFundMe咧係由佢哋自發起嘅，唔係我嘅，係網民嚟嘅。更加值得強調嘅咧，就雖然我承認 GoFundMe係一個可行嘅方式，但係我冇要求過或者去發起呢一個籌款活動啊。呢啲全部都係社群嘅獨立行動，所有嘅捐款咧都係自願嘅，同我無關。咁但係啦，呢個人咧將 Happy 交俾我之後咧，就多次咧向我提出金錢嘅要求。我真係冇錢啊！有冇人可以幫下？我已經用咗接近1萬蚊㗎啦，我真係冇晒錢㗎，都係有啲朋友幫我啫。同埋我不嬲都唔直接收捐款㗎，但係我諗到揾你幫我咯。數額咧係由5萬到1萬蚊不等，甚至咧有講過，如果我發一個 social media post， 又或者俾一啲捐款嘅的話咧，咁就可以解決㗎啦。其實可能隻貓貓咧俾你照顧咧，可能仲合適過我嘅，因為始終佢而家太弱啦。咁但係咧，因為我救佢嘅費用咧，其實真係我啲緊急錢嚟嘅，有啲係交租啊各樣。我就諗不如你領養咗佢，會唔會喺我出咗嘅錢嗰度，你哋隨心，即係想夾到幾多就得幾多咁樣。因為我咧不嬲都冇公開咧籌捐款嘅，咁我就當你哋即係領養咗佢咯。但係啦，呢一啲要求從來係冇提供過任何有效嘅收據啦，或者記錄去證明咧呢一個合理性嘅，從來冇。即使啦提供嘅收據其實都唔可以證明我有義務一定要支付呢一啲費用㗎。我同對方之間根本就冇任何協議，而呢一啲要求咧完全係佢單方面嘅，係冇任何依據、冇任何理據，更加係抌低隻貓俾我之後咧就開始施展嘅。咁以下咧，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去防止一啲不合理嘅財務要求。千祈唔好承諾支付未經協議嘅費用。對金額突然嘅變動，
保持懷疑，同埋要求正式嘅收據同埋過往嘅支出證明。記住係可以求證嘅收據同埋支出證明。如果對方拒絕提供文件，請保持警惕。喺轉帳之前，記住要諮詢法律顧問或者一啲可信賴人士，甚至權威人士、執法部門。保持謹慎，咁樣可以幫助你避免被財務操控。對於 GoFundMe 咧，我想分享多少少。GoFundMe 係支持者發起嘅，唔係我，係網民。我只不過係回應觀眾嘅詢問，亦都從來冇要求過任何人去捐款。我嘅直播主要嘅內容就係關注 Happy 嘅醫療同埋當時嘅實況，仲有我嘅反應，而唔係去捐款。最後籌得嘅款項大概1000蚊，而 Happy 嘅治療費係遠遠超過呢一個數目，而我一開始已經俾晒㗎啦，冇任何人喺呢個過程裡面獲利，我更加冇。今次 GoFundMe 咧係支持者自己發起嘅，而唔係公開推廣啊，因此係屬於私人捐款，就基本上唔關事嘅。唔好俾一啲衰人去扭曲事實，從而抹黑大家。其實咧，大概一半嘅捐款咧，就嚟自我識嘅人，包括我嘅朋友同埋我嘅家人。除此之外， YouTube 同埋 Twitch 呢啲平台啦，平時已經有內置嘅打賞功能，令到觀眾可以自願支持創作者。咁呢一啲功能咧，其實已經存在咗好多年，完全係觀眾自由選擇使用。基本上佢哋撳咗掣，我哋都冇得 reject。將呢啲自願性嘅支持曲解為不道德嘅募款行為，完全係誤導性嘅說法。所以千祈唔好俾人混淆視線，將眾籌同埋合法嘅網民自願支持綁埋一齊講，因為呢兩者嘅本質係完全性地唔一樣嘅。相對嚟講，如果有人將一隻貓交俾你，話要暫託啦或者領養，然後好快就即刻問你攞巨額，咁你認為呢一種行為又應該點樣解釋呢？好，以下咧我可以分享少少，等大家可以應對捐款嘅爭議。喺捐款之前，首先要調查對方嘅背景，留意嗰啲未提供透明資訊嘅籌款活動。如果有人誤導捐款嘅目的，請向平台舉報。專注喺事實上面，支持一啲有良好信譽嘅動物救援組織同埋動物救援者。如果有疑問，請諮詢專業嘅法律意見。我今次拍呢一條影片嘅目的咧，就係希望幫助大家可以提高警覺，因為其實喺救援動物嘅過程之中咧，我哋成日會因為情緒波動咧而好容易受騙啦。我要確保大家嘅善行唔會被別有用心嘅人去扭曲，甚至唔好俾呢啲人騎劫。我過去一直咧都有支持動物嘅救援，無論喺香港啦，又或者喺外國都有。如果你有睇過我嘅 channel 咧，都知道咧我有支持唔少喺國外嘅一啲寵主啦，佢哋嘅一啲 GoFundMe 嘅 campaign 我都有參與過，我都有捐錢過俾佢哋。真心支持者係明白動物醫療援助咧係一種愛心嘅行為，而唔係逼人哋去捐款。大家要注意呢一點。千祈唔好俾騙子利用你嘅同情心，等我哋可以專注一啲真正需要幫助嘅動物。最後，我想講嘅就係呢一個自稱貓義工嘅人，佢對我指控毫無根據，完全就係試圖去扭曲事實嚟掩沒真相。我嘅直播一直都係關心 Happy 嘅醫療狀況，佢當初嘅狀況同埋我對佢嘅睇法，而並非募款。GoFundMe嘅支持者咧係自己自發起，所有嘅捐款咧都係自願㗎。我從來冇強迫過任何人捐款，亦都冇叫過人哋捐款，亦都冇喺當中獲取私利。大家記住，對住呢啲人一定要保持警覺，保護自己。如果覺得唔對勁嘅的話，請相信自己嘅直覺。如果對任何可疑嘅財務要求，一定要提出質疑，保護自己，避免被情緒勒索。記住講俾身邊嘅人聽，支持透明且負責任嘅救援行動。記住堅守真相，維護公平正義。
多謝大家嘅觀看，可以令到我哋繼續努力，帶嚟正面嘅影響，無懼虛假嘅指控。我亦都鼓勵大家，如果你想睇多啲有關 Happy 嘅故事，又或者當初佢啱嚟我屋企嘅時候，嗰啲片全部都係喺我嘅 description 嗰度，大家可以清楚見到。多謝大家收看。